靠！这衣服什么鬼啊？我不是在公司加班赶项目吗？连续熬了3个通宵，心脏突然剧痛，猝死了，穿越了，还穿成了修仙文里的炮灰，一个无灵根被人推下寒潭的外门弟子。检测到宿主灵魂稳定，系统001正在启动，启动成功，获得1万年修为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任人摆布。哟，这无灵根的废物命还挺硬，居然能从万剑土里爬出来。宿主可随意发挥，完全不用担心战力不足哦。你把张峰拖过来，刚才他怎么对我的，你就怎么对他。做不到，你就和他一起下去为兵临善。回去告诉管事，张兴推同门下寒潭已被我清理了，这名额我收了。996的社畜人生已经死了，从今天起，有系统加持，无敌修为在身，老子绝不再任人摆布。是不是该到我了？站住！无故下山超过3日，按门规杖责30。这不是废物清风吗？听说你喂鱼了，怎么还活着？内门师兄，对不起，请进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废物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，推我核心弟子的远亲下寒潭，我要把你押去刑堂。前辈，小的有眼无珠，饶命！张兴推同门下寒潭，违反门规，我已经按门规处置了。他的内门名额我顶了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小的这就给您办身份令牌，这就办。前世抬头只有写字楼的天花板，现在我脚下是云海，身边是灵气。注意，张浩在大比中等你复仇哦。张浩挡我的路，统统给老子趴下！任务目标：宗门大比击败张浩，令其当众赔礼道歉。任务奖励：身法掩护。也是时候去资源阁采买一些装备了。哼，哦，你就是那个杀了张兴顶名额的清风啊！不好意思，你本月的灵石和丹药已经被张浩师兄领走了，下个月再来吧。我数3个数，把我的物资拿出来，不然我拆了这资源阁。1、2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是小的老糊涂了。张浩拿走的那份，我双倍赔给您。这清风也太猛了，连张浩的面子都不给。宗门大比正式开始，最终胜者可获宗主亲传弟子名额以及上古秘境准寻资格。检测到主线任务进入最终阶段，化神期初期，当前宗门最高修为为金丹7大圆满，建议宿主随意发挥。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，给我表弟报仇！元婴境，他竟然元婴境，这怎么可能？主线任务青云已自动绑解锁，系统商城正式开放。好，我青云宗竟然出了这等天作奇才！从今天起，你上古秘境之行，你作为领队。青云宗真是没人了，什么阿狗都能当秘境领队。我看你们的秘境名额，不如直接让给我们烈火宗，省得进去送死。
临时任务：秘境开启前，震慑防御宗门法器玄冰甲1。不想死的就把嘴闭上。秘境仅开放10日，内有上古传承与天材地宝，也有致命险境，诸位量力而行。想抢我的东西，也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命。清风，上次你羞辱我的仇，今天要你100倍奉还，把你身上的宝贝都交出来，给你个痛快！之前在山门外说要抢我们青云宗的名额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？临时任务：立威武宗完成，玄冰甲已绑定，检测到宿主获得烈火诀，已融合入混沌天晶。检测到宿主击杀上古穷极，获得穷极内丹此1。主线任务目标1完成。当前修为突破半步化神，化神期初期，混沌灵根纯度时间不多了，我也得抓紧搜集的东西出去了。获得大图解打。我宗弟子周岩是不是你杀的？秘境之中生死有命，你们弟子没用，还敢来我青云宗撒野，不服就打一顿。主线任务已升级至 2.0 版本，新增跨域传送、修为模拟功能。南域百宗大会邀请函已放入背包。清风，我老了，以后青云宗就交给你了。百宗大会，你要是能拿第1，我们就能成为南域顶级宗门，再也不用看任何人脸色。这次百宗大会放开手打，出了事我担着。谁要是能进个人赛前10，奖励上品灵石1万，地级功法1部。谨遵宗主令。检测到宿主宗门整体实力提升300%，临时任务宗门崛起完成。奖励宗门守护大阵万灵归宗阵，已自动布置，可抵御渡劫期以下修士攻击。你就是青云宗那个走了狗屎运的清风，劝你主动认输，不然等会儿擂台上我不小心把你砍死，你们青云宗就要断传承了。是吗？等会儿擂台上，我保证你出剑的机会都没有。支线任务触发，打脸处理。烈火焚天。元婴期大圆满。检测到敌方高阶阵法，已通过混沌天晶完美压制。这才多大年纪？你居然是化神境！好，我南域竟然出了这等天纵奇才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南域圣地的首席弟子，明日就随我回圣地修炼。弟子遵命。检测到宿主持续吸纳高纯度灵气，修为进度提升50%、100%。当前修为化神初期巅峰。清风，你一个下界来的野小子也配当首席？今天我就废了你的修为，夺了你的混沌灵根！想抢我的东西，就凭你也配？检测到宿主获得完整混沌传承，修为提升，化神初期大圆满，已自动解析融合混沌诀，万法归一。获设这10件灵器，万劫渊。万劫渊可以经多刻意压制修为，玄冰甲悄然引入衣袍之下。到宿主压制修半步化成灵兽掌控力，锻炼之气精准掌控到遗宝。请注意，压制修为果然有用，既能隐藏实力，且藏时又能磨练技巧，比一味碾压有趣多了。清风，其他圣地发来会武邀请，1月后在南域中央的通天峰举行。他们听说了你的事，点名要你参赛，明摆着是想打压我们圣地的势头。
一个刚加入圣地的野小子也配站在这里？我劝你主动认输，免得等会儿我出手太重，废了你的修为。主线任务圣地扬名完成，奖励已发放，万劫渊准属资格已解锁。检测到宿主震慑4大圣地，获得南域气运加成。动作快点，拿到灵晶就走，别惹麻烦。是，大哥。既然遇上，就没理由让你们离开。黑风阁的人也配染指万劫渊机缘？留下灵兵，饶你们不死。找死！撤！抢了东西就想走，黑风阁作恶多端，今天就让你们付出代价。检测到宿主压制修为，击败3名半部化神邪修，惩戒作恶之徒。奖励：混沌灵晶乘100，上品防御法器混沌护心镜层1，南域邪修势力遍布图层1。少年人心性坚韧，灵力掌控精准，不骄不躁，配得上混沌珠。愿你手持混沌珠，坚守本心，早日登临修仙之巅。检测到宿主通过上古气灵考验，未暴露真实修为，获得上古混沌灵根纯度%为中级，修为稳固在未半部化神。万劫渊核心机缘已获取，禁地即将关闭，请宿主尽快撤离。幸不辱命，顺利拿到了万劫渊的机缘。主线任务万劫渊探宝完成，奖励已全部发放。检测到宿主多次压制修为历练，信性与实力均有提升。解锁新功能，修为自由切换，可在半部化神至化神中期之间自由切换，无任何副作用。压制修为的这段历练让他受益匪浅，不仅磨练了自身的实力和信性，还获得了混沌珠这样的上古遗宝。南域的舞台已经太小，接下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他，而他会一直保持敛锋藏锐的姿态，一步一步走向修仙界的顶端。
清风师弟果真好运气，居然能从万劫园活着出来，想必是得了不少好处吧？不如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界。师兄说笑了，不过是些不值一提的小机缘，当不得这般阵仗。好了，清风刚回来，先让他下去休整。3日后，上古玄黄秘境开启，所有核心弟子都需参与。此次秘境由我亲自带队。小美人，把你身上的灵草都交出来，陪哥哥们乐呵乐呵，或许还能饶你一命。把东西留下。不过是个半步化神的废物，也敢来管爷爷的事，找死！清风师兄小心！你明明是半步化神，怎么可能这么强？我他妈跟你拼了！就你们有。再不走就留下命。清风兄，你太厉害了！半步化神居然能打3个化神初期。拿着丹药疗伤，先去和大部队会合。清风，这次你插翅难飞。清风，你不过是个青云宗的外乡人，玄黄令是我的。不得不认真了。玄黄令归清风所有，秘境即将关闭，所有人立即撤离。
自己认输吧，免得我下手重了伤你，耽误你回去照料灵草。哼，装模作样。既然不认输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就这点本事？谢长老。清风险胜晋级，接下来是10强对战。我弃权。清风，你试试能不能救回这株凝魂草。好，你立了大功，我这就为你申请修炼资源。长老言重了，弟子只是分内之事。旁人都以为这是株连死了上百年的普通莲花，幸好系统发现，是株快要枯死的上古混沌莲，把它转移到药源灵气充沛之地，在此不谈推进。一个南域乡巴佬。也配待在核心药源？给我滚出去！赵轩，核心药源不许闹事，赶紧走！
多谢师兄出手相救。多谢师兄。这株凝气草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些许小事不必挂怀，我玄剑山弟子路见不平自当出手。武大狱青年弟子大比3个月后开启，赵玄师兄修炼姹紫灵力紊乱，宗门选你为替补，3日后主峰集合训练。弟子遵命，定会尽力而为。玄元圣地清风师兄，请指教。请。魔印阵势。
还好清风师兄赢了，虽然打得勉强，但没输。哎，我输了。轩辕圣地的替补也配跟我交手？赶紧认输，免得我动手伤你，到时候哭着喊着求饶，可就难看了。不知死活！没想到这个替补这么强，竟然能接下颜烈这么多招。颜烈可是一招为败啊，怎么会被一个替补纠缠这么久啊？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焚天火龙，给我烧！竟然赢了！侥幸而已。检测到宿主以半步化神修为，险胜半步化神巅峰对手，完美契合脸峰要求，奖励灵力掌控术进阶至高级，混沌灵根纯度10%。竟然赢了！清风居然赢了颜烈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一个替补竟然击败了半步化神巅峰的颜烈，这孩子竟然藏得这么深。清风师兄，你的实力很强，能走到半决赛，绝非偶然，值得我全力以赴。风妈咪拜眉头。我输了。你明明有机会避开，为何不躲？技不如人，愿赌服输。检测到宿主以半步化神修为时，上古停经本源线索一。主线任务诸天灯灵子任务进度更新。大比已然结束，我不远万里，终于来到了北域。凌雪身上有凌雪精金本物，想必也在寻他。偶遇便顺势探寻。
检测到宿主压制修为，击败半部化神巅峰妖兽，磨练灵力掌控力。奖励：冰系抗性10%，下品钢筋矿石池5。提示：钢筋本源藏于冰原深处的寒晶秘境，凌雪其身上的信物为更将玉佩，可开启秘境核心大门。寒金本源在前，炼虚之境可期，上界之路自此再进一步。新的机缘与挑战正式开启。玄域的清风，你也来寻钢筋本源？你一个半部化神修士，竟敢独自闯入北域冰原，还能找到寒晶秘境？凌雪师姐乃是北域天骄，想必早已知晓秘境开启之法。寒晶秘境之中不仅有钢筋本源，还有不少冰系机缘，但也暗藏凶险。里面的妖兽最低都是半部化神修为，你好自为之。他不过半部化神，怎么可能与化神中期的妖兽抗衡？侥幸压制住他。凌雪师姐，钢筋本源就在高台上，你我各凭机缘吧。检测到钢筋本源排斥非混沌灵根持有者，凌雪无法吸收钢筋本源。提示：宿主混沌灵根可兼横所有五行本源，可直接吸收钢筋本源。建议继续压制修为，勉强吸收，避免引起凌雪怀疑。他到底是什么体质，竟然能吸收钢筋本源？侥幸吸收了钢筋本源，多谢凌雪师姐手下留情。各凭机缘，不必谢我。秘境即将关闭，你我尽快离开吧。各凭机缘，不必谢我。秘境即将关闭，你我尽快离开吧。凌雪师姐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系统快告诉我这是什么迷雾？这个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情欲化成的雾，宿主面前的实力还无法对抗哦。我去！
今天的事，你要是敢说出去一个字，师姐放心，我清风以人格担保。人格，那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师姐，秘境快崩塌了，先出去再说吧。可恶，没办法了，清风，受死吧！师姐，快看，你身后有化神后期的妖兽。清风，你给我等着！检测到宿主吸收庚金本源，主线任务诸天灯灵子任务1进度更新，已有混沌本源、烈火本源、庚金本源、待寻寒冰本源、生命木本源。奖励：混沌灵根纯度加30%，化神后期修为彻底稳固，解锁混沌五行诀初级。听说了吗？北域冰原深处有座冰封古殿，是上古冰神遗迹，藏着寒冰本源的线索。何止啊！凌雪和苏清月都去探查过，也没能破阵。那阵法需五行之力才能破解，半步化神也只能在殿外徘徊。取一些辅助炼化本源之力的灵草。另外，我想问一下，关于北域冰原深处的冰封古殿，你可知晓更多细节？公子也对付太过轻易进去，老夫劝公子的阵法都不需要五行之力破解，而那枚玉打算上古冰玉，塔洛特弄了那枚冰玉，似乎在凌雪手中。多谢告知。检测到获取寒冰本源相关关键线索：一、前往北域冰原冰封古殿及其五行之力与上古冰域获取寒冰本源；二、前往东域灵谷探寻生命木本源线索。奖励预报：集齐五行本源后，解锁混沌五行诀终极，混沌仙体大幅强化，可突破至炼虚境。眼下各大圣地齐聚北域冰原，局势复杂，不如先前往东域灵谷寻找生命木本源，待我集齐4种本源，再回头应对冰封古殿的局势，更为稳妥。孽畜还穷追不舍，孽畜哪里逃？把你们寻到的木灵晶交出来，再说出上古木神遗迹的位置，饶你们不死。木灵晶是我们得到的机缘，遗迹位置更是不可能告诉你等邪修。光天化日，以多欺少，太合适吧？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？识相的赶紧滚开，否则连你一起杀！原来只是运气好，就好住！去你入地如刀！滚！此事没完！
多谢道友相救，若非道友，我们必死无疑。举手之劳，不必挂心。上古木神遗迹在哪里？遗迹在木灵祭坛，各大天骄齐聚，道友务必小心。多谢二位，这里危险，你们也尽快离开吧。若是让黑风阁邪修得逞，世界与各大天骄遭殃，夺取生命木本源的计划也会被打断。谁在暗处装神弄鬼？出来！黑风阁余孽还敢在此作祟，今日便让你们彻底离开东域。原来是你这个毛头小子，竟敢诱坏我黑风阁的大事！今日我便斩了你，祭奠我手下的弟兄。想跑？定！哼，3。大胆毛头小子，竟敢觊觎木灵髓，找死！半步化神也敢与我抗衡，不知死活！不可能！一个半步化神，怎么会有如此战力？黑风阁作恶多端，今日便让你付出代价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将死之人，无需知晓。不可能！黑风阁该覆灭了。我跟你拼了！你能逼我用出这招，死在我的化身下你也值了！好久没用这招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力量？破你邪祟，只需一击。我死也要拉你垫背！混元斩！原来他这么强，当初宗门大赛上，他竟然是故意隐藏实力，扮猪吃虎吗？清风，你没事吧？多谢凌雪师姐，我没事。多谢师姐关心。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师姐，清风就此告辞。清风师弟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
此地不宜久留，必须尽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，寻找土之本源。果然还是追来了。那神秘修士的气息就在这附近消失了，想必是察觉到我们来了，躲起来了。此人身怀重宝，擒住他，探寻五行本源线索。此人到底身负何等秘密？分散搜索，发现踪迹切勿贸然出手。再去其他地方找找，他跑不远。灵熊能天生能感知本源之力，它能察觉到清风体内的四色本源之力，并非恶意。快去阻止他吸收土元力！上古守护兽为什么会帮助这小子？你们两个没用的东西！前辈小的该死，请前辈饶小的一条狗命啊！滚回去告诉你们的圣地之主，五行本源已归我所有，日后再敢来烦我，我便踏平你们各大圣地。清风的修仙之路已然迎来了新的巅峰，
而诸天登临的征程才刚刚开始。我的破开迷雾才刚刚开始。以后便叫你石满吧。检测到宿主获得灵宠，宿主当前修为炼虚境，奖励青云剑终极版已经不再需要本系统的辅助。系统这么久没出现，我还以为已经消失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整个修仙界都会知晓我的存在。届时必然会引来更多顶尖强者的觊觎，甚至可能惊动那些隐世多年的老怪物。不管如何，黑风阁是时候该算算账了。这股气息和黑风阁有着几分相似。黑风阁，如今我正要找你们呢。阁主，雷云子三人已经回到圣地，传来消息，那神秘修士已经突破炼虚境，集齐了五行本源，实力强悍，我们的人根本不是对手。炼虚境那神秘修士不过是个刚突破炼虚境的。谁在暗处装神弄鬼？出来！就是你，夺取了木灵髓和土灵晶，还废了我的手下。毛头小子，识相的话就把五行本源交出来，或许我还能饶你一命，否则我便让你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黑风阁作恶多端，残害修士，还敢欺夷五行本源，今日我便彻底覆灭你们！小子，我突破炼虚境时，你还没出生呢。借我这招黑极幽冥，跟这一样。还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，让他得意忘形。赤煞弦，杀给我杀了这小子！赤煞，给我撕碎这小子，吸干他的精血，夺取他体内的五行本源。是吗？他就交给你了，小心他身上的杀气和剧毒。不自量力！前辈息怒，前辈息怒啊！那些恶行都是手下擅自为之，我也是被蒙蔽的。我愿意交出黑风阁所有的宝物，愿意解散黑风阁，从此隐姓埋名，再也不踏入修仙界半步。求前辈给我一次机会。找你？你残害无数修士，为祸一方，黑风阁的罪孽，岂容一句求饶就能抵消？饶命啊！居然耗精血才得以脱身，既然你不肯饶我，那我们就同归于尽。什么？防御？黑风噬天！五行归一，剑破苍穹。我不甘心，我还没称霸修仙界。作恶多端，终有报应。黑风阁从此覆灭，再无后患。灭！
有趣，终于这种小地方。大千浮尘皆为道，诸位再会。不对，黑风阁能在中域立足这么久，不可能这么容易就结束。走吧，石曼。一场围绕着五行本源的暗流与黑风阁背后的势力，正在修仙界悄然涌动。阁主竟然陨灭了！谁这么大胆，竟敢斩杀我黑风族的人，破坏族长大人的计划？族长已经感知到阁主的陨落，此事绝非偶然。那斩杀阁主的修士身上有五行本源气息，族长怀疑他便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混沌灵根持有者。五行混沌灵根，若是能抓到他，夺取五行本源与混沌灵根，献给族长大人，我们必然能得到重赏。那修士能斩杀炼虚境初期的阁主，实力不容下去，且极为谨慎。方才的气息已经彻底消失，显然是隐匿起来了。我们奉命前来寻找那修士的踪迹，务必将他带回黑风族。大哥，那修士的气息彻底消失了，会不会已经离开了这里？不可能，他斩杀阁主之后，必然会前往北域冰封古殿的寒冰本源，他不可能放过。通知族内派更多的人手前来，务必将他拿下，否则我们都无法向族种大人交代。是。黑风族势力如此横行，其他地域也听之任之，恐怕这修仙界早已腐烂不堪。宿主，请接收主线任务，创立一片全新的世界。创立一片全新的世界，有意思。系统这么久都没有什么更新期间，祝宿主好运。我靠，这个狗系统都没说更新多久，开局给我1万年修为，还以为是多厉害。石蛮，黑风族的人已经盯上我们了，他们的目标是五行本源与混沌灵根，接下来的路只会更加凶险，要加快顺利抵达北域，拿到寒冰本源。我五行本源已然凑齐。接下来便是北域的寒冰本源。混沌灵根者以金木水火土5本源为主，收集冰、暗、光、风等本源为辅，方可成就大道。石蛮，辛苦你了，我突破了，接下来该去北域了。以我现在的样貌，要是被看到，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，还要提防黑风族以及各大圣域的人，改换一副样貌了。寒冰本源，我来了。黑风族，还有那些视而不见的圣地，这一次，该轮到我来搅动这腐朽的修仙界了。凌雪圣女，别白费力气了。这上古阵法乃是上古时期的冰封阵，仅凭一块上古冰玉根本无法破解。不如我们联手，到时候寒冰本源凭实力分配，如何？严烈，你未免太过心急。其余人已经潜伏在冰原边缘，我们若强行破阵，灵力消耗过大，别说寒冰本源，我们恐怕都会葬身在此。赵轩说的对，黑风族才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敌人，暂且联手，先击退黑风族，再商议破阵之事。若是有人敢暗中作祟，休怪我凌雪不客气。没想到凌雪圣女竟然已经突破到初期了，看来这寒冰本源你是势在必得。不过也好，有你在，击退黑风族也能轻松一些。没想到各大圣地的天骄竟然都聚集在这里，还暂时联手了。我们的人手还没到齐，不宜贸然出手，先隐匿行踪，等大部队赶来，再一举拿下他们，顺便找到那个拥有混沌灵根的小伙。人与清风的气息好相似，是你吗？你是谁？看你的气息，并非任何圣地的人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凌雪师姐也在，
真是哪里有本源，哪里就有他。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冰封古殿内的寒冰本源，还有黑风族的人都是我的目标。你们若是识相，就暂且退开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。小子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五行本源还有寒冰本源，今天都是我黑风族的。赵轩，看来我们必须真正联手了。联手，先击退黑风族，再做打算。黑风族势大，若是让他们拿到寒冰本源和混沌灵根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好下场。动手！石蛮，顾好我。石岩，过来！哈哈哈，小子，自身都难保，还想护着这只蠢熊？今天你们都得死！我们帮你白白逆气透，如邪共散发四股寒气。哼，不自量力，小的们他就交给你们了。不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炼虚境中期的小子？一个都别想跑！我已经退去，接下来该商议冰封古宫的事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的五行本源之力，还有混沌之力，绝非寻常修士所能拥有。我只想拿到寒冰本源，至于我是谁，你们不必知道。若你们愿意，我们联手破阵，寒冰本源凭实力分配；若是不愿，那就别怪我独自破阵。联手可以，但寒冰本源必须公平分配。若是你敢暗中动手，我们各大圣地联手也未必怕你。可以，不过破阵之时我要主导，你们只需配合我即可。这上古冰封阵若是胡乱出手，只会触发阵法的反噬，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得遭殃。这上古冰玉或许能帮你破解阵法，是我从家族传承中得到的，据说乃是上古时期用来开启冰封古室的钥匙之一。果然有用，有这冰玉，再加上我的武，应该能破解这冰封阵。不对劲，殿内有问题。什么东西？这气息好诡异，不像是凡物。走，进去看看。不管是什么东西，既然挡住了我的路，那就只能除掉。大家小心，这殿内的上古符文蕴含着禁制之力，而且那股诡异气息正在缓慢靠近，速度虽慢，但力量在不断增强，似乎在试探我们的实力。还有他身上的气息，为何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这灰雾不对劲，能腐蚀灵力。我的火焰之力靠近时，都能感觉到一丝刺痛。不是修士，也不是寻常妖兽，这是被上古禁制封印的邪物。看这气息，应该是上古时期被镇压在这里的气灵邪影，以灵力为食，能腐蚀一切生灵的修为。而且他的力量似乎快要挣脱封印了。
手。这邪物怕上古冰域的力量。他的弱点在核心的粉红色本源土光局。师门，没事了，邪物已经被除掉了。没想到你竟然能认出这邪物，还能找到它的弱点。多谢。这噬灵邪影被上古禁制封印在这里，显然与寒冰本源有关。若是没有你，我们恐怕都要栽在这里，被这邪物吸干灵力。你对上古禁制和邪物如此了解，绝非寻常散修。这是冰魄丹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身上的混沌之力和五行本源，都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或许有过交集。多谢，我是谁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现在我们该去拿寒冰本源了，这才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。前辈，虽然刚才多谢你除掉邪物，但寒冰本源凭实力分配。我提议我们各自出手，谁能先突破符文屏障，拿到寒冰本源，谁就拥有它。严烈，你又急了。这冰台周围的符文屏障乃是上古封印的一部分，不如我们还是由前辈主导，一起突破屏障。我同意赵轩的说法，前辈对上古阵法和禁制的了解远超我们，我们暂时不宜内斗，以免给他们可乘之机。不必多言。寒冰本源拿到之后，凭实力争夺，我绝不退缩，也不会占你的半点便宜。寒冰本源是我的！想要拿寒冰本源，你先过我这一关。你修为比我高，也别太过分。凭什么你想独占？我从未想过独占寒冰本源。现在屏障已开，寒冰本源凭实力争夺，我奉陪到底。若是你们联手，我也不惧。不好，黑风族的人。黑风族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他们的后续人手竟然这么强悍，看来早就被布好了局。现在我们必须暂时放下恩怨，再次联手，否则不仅拿不到寒冰本源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，成为黑风族强者的养料。先击退黑风族的人，再争夺寒冰本源。若是这次能活下来，我严烈认你为尊，不再与你争夺寒冰本源。来的是更强的角色。小子，没想到你竟然能除掉至灵邪影。不过，混沌灵根、五行本源、寒冰本源，今天都得归我黑风族所有。你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，成为老夫的养料。一群蝼蚁，也敢在老夫面前负隅顽抗！我的东西，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石蛮，护好冰台，凌雪、严烈，我们联手跟他拼了！哪怕拼尽全力，也要击退他们！小心！
严烈，撑住，我们不能倒下。一旦我们溃败，所有人都得死。无形混沌，剑破万法。不可能，你不过是炼虚境中期，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悍的战力？黑风族作恶多端，残害无辜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凌雪、严烈，趁他受伤，我们联手，彻底除掉他。不好，他要引爆黑气！显然，这名黑袍老者的魂魄已经悄悄逃离，清风等人并未察觉。那些黑风族黑衣人被气浪炸死，被碎石掩埋，再也没有漏网之鱼。前辈，今日若非你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。之前是我太过鲁莽，贪心作祟，现在我说话算话，不再与你争夺寒冰本源，这寒冰本源理应归你所有。你受伤了，先服下丹药疗伤吧。寒冰本源固然重要，但你的身体更重要。他知道，炼化寒冰本源不仅能完善五行本，提升修为，还能让他的实力更上一层楼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。清风能清晰地感知到，炼虚境中期的壁垒正在被一点点冲破。每一次灵气的冲刷，都让清风的仙体变得更加坚韧，灵力也更加凝练。刚才的惊天巨响，定然会吸引周边的修士或是潜藏的势力。此刻，前辈正在炼化本源的关键时期，绝不能被打扰。没想到这里竟然有寒冰本源出世，还有这么多炼虚境修士，倒是一场不错的机缘。既然你们都已经身受重伤，不如识相点，把寒冰本源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们不死。你放肆！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到了炼虚境后期巅峰，这威压比普通的炼虚境后期还要强悍几分。今日算你厉害，他日我紫殿门必定再来讨教。我曾听闻过，是周边一个势力不小的修仙门派，门中高手众多。此等后患不除，日后定然会有麻烦。你们也尽快疗伤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前辈，我们伤势已无大碍，只是这古殿废墟太过显眼。刚才紫殿门的人已经离去，难保他们不会回去搬救兵。而且黑风族虽被击溃，也可能有残余势力前来探查。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太过危险。严烈说的对，前辈，周边还有不少修仙势力，刚才的大战与本源波动定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，再加上紫殿门的威胁，我们必须尽快转移阵地，找一个隐蔽的地方，让前辈彻底稳固修为，我们也能安心疗伤。你们说的对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紫殿门不会善罢甘休，黑风族也可能有残余势力。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，前往附近的隐雾森林，那里灵气浓郁且隐蔽性强，适合疗伤与稳固修为。前辈，这是从黑风族修士身上找到的，虽不算珍贵，却也能补贴一些灵力消耗。前辈，
这是我之前得到的隐雾森林地图，里面有一处隐蔽的山洞，灵气浓郁，而且很少有修士前往，我们可以去那里落脚。走。雷电长老，就是那小子，不仅炼化了寒冰本源，还突破到了炼虚境后期。刚才属下不敌，只能暂且退去。他现在带着一群重伤的修士，似乎正朝着隐雾森林的方向飞去。一个刚刚突破的炼虚境后期，也敢得罪我紫电门，还夺了寒冰本源。今日定要将他斩杀，夺回本源之力，让他付出代价。长老英明，隐雾森林地形复杂，灵气浓郁，正好适合伏击。那小子现在肯定在稳固修为，警惕性最低，我们一定能成功。那小子能以炼虚境中期击败炼虚境巅峰的黑风族强者，又能快速突破，实力不容扫教，我们不可大意，悄悄尾随。这里很离很安全，我们就在这里暂时落脚。你们继续疗伤，我稳固一下修为。石蛮，你负责守在洞口，一旦有异常，立刻发出警示。找到了，他们就在前面的山洞里。那小子正在稳固修为，其他人都在疗伤，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动手前，先布下紫电阵，封锁山洞出口，不让他们有逃跑的机会。那小子实力强悍，我们两人联手牵制他。你去对付那些重伤的修士，速战速决，避免夜长梦多。务必一击制胜。属下遵命。发出震耳欲聋的低吼，声音传遍整片山，警示着洞内的清风等人。倒是来得挺快，看来你们是不死心，非要来找死。你们紫电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真当我们好欺负不成？前辈，我们与你并肩作战，绝不会让他们得逞。雕虫小技！一群重伤的废物，受死吧！我们联手牵制他，不能让他打扰前辈。休想！孽畜，别挡道！小子，你果然有点本事，但也仅此而已。紫电灭世斩！行寒冰斩！想不到我竟然会被一群重伤的修士逼到这种地步！你们几个天骄放任你们成长还得了？今日便将你们扼杀在此！
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不可能！说，紫电门为什么会来抢寒冰本源？除了你们，还有没有其他势力被吸引而来？前辈，是门主见寒冰本源出世，想要据为己有，提升自身修为，就让我们前来抢夺。除了我们，还有几个小势力也被本源波动吸引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其他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你们门主，我自会去跟他讨教一番。竟然如此，你们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然。凌雪师姐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前辈，你清风。清风伪装自己，就是为了少一点麻烦找上门。可如今看着真正关心自己的人倒在地上，却无能为力。紫电阁，待我伤势恢复，就是你们灭阁之时。凌雪师姐，抱歉，我定要紫夜宗血债血偿，让他们为今日所做之事付出代价。滚！禁止任何人靠近，违者死。我们本是听闻寒冰本源出世，想来分一杯羹。却没想到会遇到如此强悍的修士。前辈，我们不知道这里是您的地盘，我们这就走，再也不来了。快逃！眼前这个人，绝非我们能够招惹的存在。清风，我们赢了吗？凌雪师姐，你醒了。我们赢了，紫电门的人都被我解决了。我昏迷之前隐约听到了你的声音，怪不得初见你易容时气息如此熟悉，不过还不敢确认。清风师弟，你这些日子都去了哪里？我都挺好的，让师姐担心了。抱歉师姐，我不是故意隐瞒身份的。放心，我已经稳住了他们的伤势，只是他们伤势过重，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醒来。紫电门的门主还不知道他的2名长老已经死了，我会尽快前往紫电山脉了结这一切。清风师弟，紫电门实力强悍，你千万不要贸然行事。等我们醒来，与你一同前往，哪怕拼尽全力，也会助你一臂之力。好，我等你们醒来。但紫电门欠我们的，我必定会讨回来，不会让你们白白受伤。还有师姐，我的身份切不要对外提起，在其余人面前叫我前辈即可。你们不必自责，若不是你们联手牵制风兰，我也无法顺利解决那2名长老。如今我们只需好好养伤，待伤势痊愈，便一同前往紫电山脉，覆灭紫电门，永绝后患。你们先回各自的宗门休养，现在我们还奈何不了紫电门，我还有未完成的事，待我事了，自会联系你们。这个是我的通讯令牌，会合之日我自会告知。前辈，后会有期。
清风，你万事小心。凌雪、严烈等人伤势未愈，紫殿门又有合体境门主坐镇，一同前往只会让他们再次陷入险境。抱歉了，师姐。石蛮，我此前过去探查一番，带着你实在过于显眼，你慢慢埋伏在我附近，待我遇到威胁再来助我。去吧。好浓郁霸道的雷电之力充斥在整片山林天地之间，可我体内的混沌本源竟毫无变动，毫无共鸣之感。莫非这片山脉之中并无真正的雷之本源？还是说，此地本源早已被紫殿门的修士提前汲取吸收？紫殿门盘踞紫殿山脉主峰，地理位置得天不可测。麾下还有数名炼虚境长老坐镇，门下外门内门弟子数量更是不计其数。以我如今的理智，得悄然潜入内部，眼下伺机而动，方能寻得最佳复仇时机。雷贯、子牙二人奉命前往隐雾森林夺取寒冰本源，时至今日迟迟未归，就连随身的传讯令牌都未曾传回半点消息。你来说说，他们二人究竟出了什么变故？回禀门主，按照原定行程，雷界、子牙两位长老早在3日之前便该返程归山。属下推测，二人大概率在隐雾森林遭遇突发变故，要么撞上实力强横的陌生강敌，要么是寒冰本源出现异变，导致二人被困林中无法脱身。最坏的情况，便是二位长老已然遭遇不测。遭遇不测，隐雾森林周边地域荒凉，盘踞的尽是些不成气候的散修与低阶妖兽。凭这些阿狗也能伤我紫殿门2位炼虚境长老，除非是有大能无端坏我紫殿门好事。门主，属下近日得外围弟子来报，隐雾森林深处曾爆发剧烈灵力众动，现场灵气残留兼有5行之力与极寒寒冰气息，和雷泄子牙的紫殿灵力全然不符，足以断定是外来陌生强敌现身，暗中出手击杀了2位长老。不管暗中究竟是谁，敢斩杀我紫殿门长老，觊觎我紫殿门看中的寒冰本源，立刻加派外围弟子扩宽巡查范围，全天候轮班戒备，遇可疑之人无需禀报，直接格杀。即刻召集所有炼虚境长老，明日主殿议事，共商探查隐雾森林，追查真凶，夺回寒冰本源。属下遵命。军令记下，紫殿门当即进入高度戒备，山间护山大阵全力开启，紫电光晕笼罩主峰，雷光翻涌，威势慑人。山门内外山间要道皆有自来回巡守，手握雷纹法器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紫殿门已然察觉到隐雾森林的异常，提前加强宗门防御。若是强行突破，必定会暴露行踪。以我当下状态，成功率微乎其微。眼下山戒备极森严，硬闯无路可走。清风便决定伪装成外一盆普通弟子，周人气指出潜入山门内部。这紫殿门底蕴果然不浅，规模远超寻常3流宗门。门中弟子不论修为高低，周身皆缠绕着同源紫电灵气，显然上下全员都修炼同一种紫电功法，功法霸道统一，凝聚力极强。主殿门口便有2名元婴修士常年把守，门禁森严，视线无死角，想要悄无声息潜入主殿，绝非易事。你听说了吗？雷干、子牙2位长老在外出事了，至今未归。门主为此大发雷霆，震怒不已。明日一早便要召集所有长老齐聚主殿议事，还要抽调人手前往隐雾森林探查情况。此事虚实难料，坊间传言隐雾森林突现神秘强敌，2位长老疑似遭其杀害。门主已下严令，全宗布防戒备，遇可疑之人直接格杀，还是要夺回失窃的寒冰本源。天哪，这也太凶险了！万一撞上那神秘强敌，以咱们为根本不堪一击。听闻门主已许下重赏，谁能查出凶手踪迹，不仅赐海量修炼资源，还可破格升为内门弟子。真有此事？那我们可得仔细巡查，万万不能松懈，说不定
这次就能抓住机会，立下大功，一步登天。看来，这对我而言，倒是一个绝佳的可乘之机。殿外镇守的二人，皆是紫殿门资历深厚的执法弟子，寻常弟子连靠近100步之内都难以承受二人的雷电威压，更别说悄无声息潜入主殿。2名化神驻守主殿，紫殿门果然戒备森严，若是强行突破，必然惊动整座山门。想要在明日议事之前潜入主殿，必须先绕过这二人的神识探查。正门死守，阵法密布，神识深查，征门硬闯绝无可能，只好趁其余长老还没到之前偷偷潜入。这几日天天巡查，连歇口气都不行，门主脾气越来越差，一不小心就要受雷鞭责罚。此刻的清风与紫殿门普通外门弟子别无二致，哪怕是炼虚境长老粗略扫过，也只会将他当做一名资质平庸、修为低微的底层弟子。清风脚步轻抬，缓慢走入大殿。大殿门口两侧的化神境弟子并未察觉到什么异常，以为清风只是普通弟子过来给门主汇报的。我便在此处静静观察，看一看这位合体境门主究竟有多深的底蕴。门主大殿明日议事，诸长老还未回归，需提前布置殿内禁制，不可留有任何探查死角。二人正低声敲定探查队伍的人员排布、行进路线以及搜寻寒冰本源的具体方案，谋划务必找出隐雾森林中的神秘强点。去吧，务必追查到此人踪迹，查清全部原委。若是空手而归，查不出半点线索，你便不必回来见我。属下遵命。诸位弟子，今日召集众人，只为一事。我紫殿门雷进、子牙2位长老惨遭贼人毒手，皆殒命隐雾森林。此次随我前往迷雾树林，搜捕杀害长老的罪魁祸首。众弟子听令，随我出发。还好我没有贸然出手，以我如今炼虚境圆满的修为，若是正面硬航合体境的雷苍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毫无胜算。眼下只能隐忍蛰伏，寻觅破绽，暗中出手，一击制敌。此番调动，雷苍敲定部署，派遣3名炼虚境长老带领100名精锐弟子奔赴隐雾森林，而雷苍本人留守主殿坐镇，剩余长老各司其职，分散把守宗门各处要害。大批人手已奔赴迷雾树林探查。如今主殿之内仅存留1名长老，外加雷苍本人，防守最为薄弱，正是我动手试探的绝佳时机。紫殿门门主雷苍，我今日前来，便是要替被你们恶意重伤的同伴讨回公道。可笑！要是你真有这本事，又何必躲躲藏藏，乔装成我紫殿门大门弟子，像只老鼠一样躲在阴影里？雷贯、子牙2人趁我同伴重伤毫无防备之际，暗中偷袭，居心叵测，死有余辜。今日我便要你们紫殿门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大胆狂徒，竟敢伪装成我门弟子，擅闯我紫殿门主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简直是找死！原来斩杀雷界、子牙那2个废物的人，就是你这个毛头小子。区区炼虚境圆满修为，竟能斩杀我紫殿门2名炼虚境长老，倒是有几分本事。难怪敢单拳匹马闯我紫殿门。狂妄小辈！你斩杀我亲弟弟子牙，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，扒皮抽筋，为我弟偿命！一场大战已然一触即发，高位之上的雷苍依旧冷眼旁观，眼底的玩味渐渐褪去，多了几分凝重。一个毛头小子，也敢在我紫焰门腹地撒野！今日我便亲手收拾你！此刻身陷紫殿门主殿，处境凶险万分。上方有合体境的雷苍坐镇，身前还有炼虚境修为的紫璇，以一己之力抗衡2大强者，取胜难度难如登天。此番潜入本就是为探查紫殿门真实虚实，
即便无法重创雷苍，也要一战立威，给紫电门一记沉痛警告，让这宗门明白，伤害他身边之人必将付出惨痛代价。这名看似年纪轻轻的修士，战力竟如此强悍。炼虚境后期的修为硬生生压制住炼虚境的紫璇，但雷苍依旧按兵不动，没有出手干预，只想静静观察。可恶！门主，快来助我！电裂空掌！冰行斩！此地不宜久留。门主，你为何还不出手？此子不出，后患无穷。还想走？两位长老出来，不要看戏了，给我追！绝不能让他跑了！毛头小子，束手就擒！归顺我紫电门，我可饶你不死，还能传你紫电功法，助你突破合体境。必须尽快找到脱身之法，或是引他们进入地形复杂之地，才有机会逆转局势。迷雾谷常年被浓雾笼罩，灵气紊乱，能见度极低。哦，竟然往迷雾谷跑，真是自寻死路。里面路况复杂，你们不用过来了，我亲自缉拿这个小子。凭借着对灵气的敏锐感知，试图摆脱雷苍等人的追踪。可雷苍的感知极为敏锐，即便在迷雾之中，也能精准锁定清风的气息，依旧紧追不舍。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，能在我手中活命。看来你是打算顽抗到底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了。紫雷灭世！去死吧！哪里来的孽臭，也敢阻拦我？既然你想陪他一起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师门，你快走！为什么？为
什么我这么弱小？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？不要！不要！危急关头，清风体内的混沌灵脉被彻底激发，炼虚境后期的壁垒在混沌之力的冲击下悄然松动。什么？混沌珠？原来你身上竟有如此至宝！看来今日我不仅能为雷看子牙报仇，还能夺取混沌珠，一举两得。雷苍，你伤我伙伴，今日我便让你血债血偿。不过是刚突破合体境初期罢了，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？我已突破合体期多年，杀你依旧易如反掌，紫电焚天！今日我定要将你和这孽畜一同化为灰烬！小子，你值得我用出底牌，雷暴，雷落！雕虫小技，雷旋，空有虚表，不足为惧。到炼虚境的修士，基本不会用这种耗费大量灵力、得不偿失的招式。但清风有着混沌珠的加持，灵力吸收的比普通修士更快。今日我即便耗尽毕生所有修为，也要夺取你的混沌珠！雷炬！小子，能死在我雷龙形态之下，是你的荣幸。他刚突破合体境初期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雷龙的力量远比清风预想的还要强悍，也难以轻松抗衡。清风试图打破雷龙的防御，寻找反击的机会。雕虫小技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
给我死！这一击是清风目前能发出的最强。雷龙以燃烧毕生胸为献祭神魂，再无退路。小子，这是你逼我的，给我镇压！今日我燃烧金血，也要斩你！自从你派人抢夺寒冰本源，重伤我同伴的那一刻起，一切都晚了。今日，你必死无疑！不，这件事我毫不知情，都是雷妹、子牙那两个废物擅自做主，你不能杀我，求你饶了我！是吗？我们赢了。我还活着，我没死。小石蛮，我们都还活着。我的本命青云剑，本命法器破碎，我的神魂和修为也会大打折扣。曾经山崩地裂、雷光满天的迷雾谷，整片山谷早已面目全非，一片死寂凄凉。怎么回事？我体内竟然感应不到混沌珠的半点气息，而且我的修为为何直接暴跌至筑基期？石蛮，你的修为怎么跌落至一人一兽皆是受重创，修为尽数暴跌。如今混沌珠受损开裂，我的修为跌至筑基期，神魂破损虚弱。这一场惊天血战，清风的一身实力实不存一，已然跌落谷底。迷雾谷外，
屏风带领一众紫电门弟子驻守封锁谷口，等候清风自投罗网。如今筑基期的微薄修为，一旦踏出山谷，面对一众高阶修士，顷刻间便会被人轻易抹杀，毫无反抗之力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只能选择踏入凶险未知、迷雾笼罩的山谷深处，默默蓄力。幸好化身自爆之前，我刻意剥离分散了一缕本源残魂，侥幸留存此身。青烟，我记住你了，此番屈辱重创，定要你血债血偿。现在要尽快找到安全居所，回青云宗。不行，我在青云宗所展示出来的实力与我现在完全不符，回去只会更困难。这身服装容易引人注目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换一套服装竟然会如此艰难。我要如何恢复修为和混沌珠？还是莽撞了。石蛮，你还有这能力啊？好样的！这迷雾谷，寻常修士一旦进入，九死一生。以后的路可不好好走啊！不对劲，这片迷雾，方才分明没有这般阴冷的死气。还我命啊！幻境罢了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神魂境还保留合体境强度，等你油尽灯枯，再夺你混沌本源。什么人？出来吧！我看到你了。靠！是人还是什么鬼？没炸出来。清风不再停留，朱机器孱弱身躯，早已不堪重负。还好有石蛮隐匿身形，不然以他曾经的妖兽修为变动，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迷雾之中，太过惹眼。此处隐匿比偏僻，雾气难以侵入，周遭没有妖兽游荡，倒是一处绝佳的临时栖收之处。暂且在此落脚休整，恢复体力，梳理伤势。神魂强横，肉身残弱，至宝受损。如今的你，就是披着猛虎皮囊的羔羊。我的残魂尚未稳固，等你灵力耗尽，伤势恶化，油尽灯枯之日，便是我夺取混沌珠，吞你神魂之时。总感觉有什么东西一直在盯着我。石蛮，警醒一点，这片迷雾谷不干净。石蛮，休整完毕，天亮动身。清风明白，跌落谷底只是暂时，强敌环伺，紫电门在外封锁，怨魂暗中窥伺，危机从未消散。低谷不是终点。他知晓，暗处的东西从未离开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与其被动防备，不如以你现身。
机会来了！这小子果然伤势恶化，灵力不支。今日便是我夺他混沌灸、吞他神魂之日！果然是你，紫电门雷苍，死到临头还敢作祟！你的残魂本就残缺，全靠死气苟延残喘。今日，我便让你魂飞魄散，再无复仇之机！师门，没事了，隐患除掉了。天下之大，强敌在外封锁，宗门无路可退。雷苍残魂湮灭，唯有合体境神魂依旧保持着一丝凝念，支撑着他不省人事。修为尽失，至宝难修，强敌环伺。或许我该换一条路走了。他要化凡，褪去修士身份，在凡俗之间蛰伏，慢慢修复伤势，寻找修复混沌珠的机缘。师曼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不再是修士与妖兽，只是寻常的凡人，一起寻一处安稳之地，慢慢疗伤，慢慢等待。小哥外来的，我在林中迷路，也无处可去。我们村除了与世隔绝，什么都好，很多年轻人都往大城跑。村中还有许多空余的房屋，小哥要是不嫌弃，就此暂住下。小哥要是闲来无事，就平日里帮着村里干些农活。自己的活自己不会干吗？缺胳膊还是少腿？小哥不要介意哈，这家伙就是这样。小哥你多大？要不要媳妇儿？只要你一开口，马上给你送来。打着这个主意，你还有脸说我？你个老不死的！昔日纵横一方的大能，守着一间破屋，陪着一只化作玉簪的伙伴，过着平淡而安稳的日子。清风渐渐融入了凡俗的生活，身上的内伤也在缓缓恢复。师曼，你看，这样的日子也不错。混沌珠似乎在缓慢地恢复着，我的修为却没有半点要恢复的迹象，连五行本源的力量都施展不出。清风不再是一心重回巅峰，只是清溪村里一个普通的少年，守着一间破屋，陪着一只化作玉簪的伙伴，过着平淡而安稳的日子。迷雾散尽，残魂湮灭，少化凡归尘。凡俗烟火滋养身心，是为了明日更耀眼的归来。属于清风的传奇未曾落幕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静静延续。